美的双酱牛肉要全市场为之震撼了吗？今天带你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来提前提醒一下，大家手上的投资你应该要怎么样做一些调整。首先呢，我们来带您看到的是中国央行啊，最近宣布他们要降息啦。好，这件事情其实有一点跌破大家眼镜啊，因为大家觉得哇，应该美国先降息吧，怎么中国先降了啊？那其实呢，这是三中全会之后啊，我们之前的这个影片跟大家讲过了，三中全会对于中国的整体的政局来讲，它的意义在哪里嘛？就是呢，对于接下来的经济政策，它要做出一些指示嘛。哦，那所以呢，三中全会呢，它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示，就是告诉大家，念给大家听哦。坚定不移地实现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简单来讲，就是政府定好的 GDP 的一个发展目标，请你要达到。好，那今年是多少？他说要达到5%。好，那你要怎么达到呢？哦，这就是大学问了。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虽然经济在下行，大家都知道，但是如果这个中央已经下指令说好，我们还是要达到那5%，那于是呢就要全员动起来咯。我要怎么样让它达到5%呢？好，于是人行就先出手，我降息。有很多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就讲了，他说哦，这就叫做中国承认它经济不好。谁不承认啊？经济数据不就摆在眼前吗？谁有不承认吗？中国经济的确在下行啊，在通缩啊。那现在问题只在于到底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每一个国家的经济总是起起伏伏、波波折折嘛。谁没有在谷底的时候？你没有历经谷底，怎么会弹得起来呢？不是这样吗？皮球也是弹，不是吗？哪有人永远都是好光景？没有的嘛。只是呢，你在你的低谷的时候，你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努力？政府不就是要做这件事，让你的经济可以被刺激起来吗？那经济过热的时候，我怎么样压抑一下呢？让这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以非常平缓的慢慢往上走，不是如此吗？好，那我们就来看三中全会既然已经告诉大家5%的一个目标，我一定得要达到。好，那我们怎么达到呢？人行先做这个动作，人行就降息了。好，那降息的一个幅度呢，它下调了逆回购的一个利率，还有这个贷款的市场利率哦。那它下调的幅度其实没有很大，下调幅度是10个基点，也就是0.1%。通常我们在讲联准会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央行，你看大家有动作的时候，降息或升息，通常呢都会是这个25个基点。起跳，对不对？通常你听到1码、2码、3码，不通常这样吗？0.25%会变成他们的一个小小的单位的感觉。但是这一次人行的一个动作是0.1%，连0.25%一半都没有。为什么？好，为什么就是关键了？为什么呢？没有办法调那么多嘛，因为呢，现在人民币呢其实是在贬值的一个趋势当中。那你又看到了中国现在的一个经济状况是外资不断的在往外撤出，那外资撤出的一个后遗症就是人民币会贬值嘛。所以呢，这个现在中国就有一点两难啦。我又不希望它贬值的太厉害，否则的话呢，外资可能会撤得更快。它已经在撤了，结果呢，我又让它人民币贬值，那这会撤更快啊，人家觉得不行啊，这个一定要脚底抹油啊。所以呢，现在人民币在下行的过程当中，外资又在撤。其实人民银行没有很大的政策空间的。或许在通缩的状况底下，你去查经济书籍啊，经济学，通缩的状况你该怎么处理？降息，刺激经济嘛，对吧？但是呢，现在状况没有办法，我很需要刺激经济，我在通缩，我应该要大幅度的降息才对。但问题是，现在的实际状况不容许我大幅度降息，我一降息，我人民币一贬值，外资撤得更快，不行。所以你就看到了，好，三中全会叫我做，我做了，但是我只能降息0.1%，于是乎效果会大吗？好，我们就来看，通常呢，只要一降息你看到中国的状况就是那种降息最受惠的大宗商品价格应该是要立刻往上的比如说像是铁矿砂的价格，比如说像是铜的价格，但是呢，你看这次的降息有没有用？没有用，因为呢，铁矿砂的价格跟铜的价格继续的下行，没有往上涨。好，那就尴尬了，对吧？你好不容易有一个政策了，钱放到市场当中了，让大家融资成本下降了，刺激一下经济，结果没有用。
好，没有用呢。于是呢，现在这个中国可能要另想办法了。但是呢，人行意识到了啦，我们知道你要做，你要刺激经济啊，只是呢还不到位。那你就要看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可以呢叠加成，让这个刺激经济的力道可以强一点。好，那我们就来看现在中国的困境哦。这个铁矿砂跟这个铜的价格，你就可以很明显看得到了，根本就没有用。好，那那你就看房市呢？房市这次三中全会本来大家预期，北京当局在端出什么样政策牛肉救一下房市嘛，对不对？这个房市是只要是中国人就有一个炒房的心，不是吗？好，那现在呢看起来。也没有没有拿出什么非常具体、非常棒，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让大家很振奋，我要冲进房市的那种冲动没有。好，那没有怎么办呢？你就看到了像李嘉诚他的长实房产最近呢在东莞的一个这个物产这个建案呢，它降价卖，然后5折卖耶，你就看多想卖掉啊，多担心卖不掉啊，你就看出来这个房价还在往下回落的。而且你看到6月份最新的一个平均房价统计数字，1线大城市都在平均往下掉的幅度虽然没有到非常大，但是呢它就是缓步的、持续的、不断的往下降。1线大城市呢已经降0.5%，那这些2线城市呢降0.7%，3、4线城市呢降0.3%，但都在降，好像没有那个缓和下来的迹象，但是有降的比较少啦。之前是雪崩下降，现在是缓步下降，但是就有一点已经到低谷，但是还在慢慢往下那种感觉。所以房产呢，到底什么时候要止住呢？我们待会来看到底现在这些国际大投行他们的专家怎么看。那另外呢，现在呢，在整个中国的内需市场是非常非常紧绷的状态。一来找不到工作，你看到中国现在呢，这个就业机会大幅的锐减。外资在撤嘛，很多一些这个外商大公司都已经撤销了在中国的据点，所以它的工作机会是变少的。那再加上呢，很多企业家不敢投资，因为经济在下行嘛，所以就是恶性循环。工作机会不多。好，那既然你来钱的管道不多，你敢花吗？不敢，对吧？所以呢，于是呢，大家不敢花钱，所以你就看到社会现象是内需市场在萎缩。然后以前呢，中国这些这个土豪很赚钱嘛，对不对？钱就像很容易赚啊，开水龙头就有啊，那怎么办呢？我就是花钱不手软啊，买奢侈品啊，但是呢，现在的奢侈品大家不敢出手了所以你看到有很多国际的大型的奢侈品的一些品牌，他们的获利不如预期，都是因为中国人不买了，好，所以呢，你就看到内需市场的不振。好，那我们讲回来，房市到底什么时候会止住那个跌势这个我们来看高盛的一位这个中国经济学家他叫做这个王立生他分析中国经济算是在外资圈当中算是大家会蛮听他的意见那他怎么说？他讲说现在从这些客观数据来看，房价往下的一个这个趋势有一点慢慢的趋缓，没有降的那么快。但是呢，他说现在中国似乎也没有端出非常大的牛肉，于是呢，他说可能要到2027年你才会看到中国的房市呢有一个比较肯定筑底的一个状况。他说经济冲击可能会到那个时候，所以要到2027年，今年几年？2024年，还要3年，忍一忍吧，大家忍一忍。好，那另外呢，你看到中国最近说要救房的一个动作是，他们鼓励这些国家大企业、国企，你去买房。那你买房回来呢，你可以这个便宜卖给你的员工啊，或者是去做一些保障性的住房等等啊，他鼓励他的国家企业去买这些房，然后呢，他这个政府给你贷款，但问题是现在政府出来的一个这个贷款的额度是3000亿人民币，够不够？我们就简单算就是差很多。因为呢，你现在要把市场上的余屋给买到一个安全的水位的话呢，你要花3兆人民币，但是现在中国只给3000亿人民币，哎呀，天差地远，差10倍啊！所以呢，你说这3000亿丢到市场当中没有用的，所以呢，这个房市才会像刚刚这个经济学家预估，可能要到2027年才会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筑底的状况了
于是呢，你就看到这是中国目前房地产市场没有那么快可以复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那再来我们就带您看到，现在已经进入第3季了。我们刚刚这个前提告诉大家，你要听今天的影片是要告诉你接下来的一些布局哦，先提醒你。第3季你就看到了人民币，看到人行的一个降息，你就看到人民币势必会在贬值的哦。那人民币的贬值呢，其实会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那我们来看日本呢，日本呢，其实现在看起来它的日元似乎有一点止贬往升的一个方向走，你就可以预期大家开始往避险的资产开始迈进。日元呢，通常大家还是视它为一个避险的资产的哦。那你看到黄金最近呢也在往上涨，就知道大家避险的情绪又在升高了。那第3季呢，你也看到了美股，看到了像台湾股市啊，都来到了一个大震荡的一个状况，每天都在上演大怒神的一个情形哦。第3季可能会有一点非常沉重的卖压下行的压力，第4季或许好一点，但是呢，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可能都会是剧烈震荡的状况，大家有点心理准备。好，那你就说美国不是要降息吗？降息不是可以救了全世界金融市场吗？不一定的哦。我们来看现在美国呢，可能7月份降息是不可能，接下来要观察2大重点，一个就是 CPI 了 ，CPI 的数字呢，接下来还会有2次哦，7月不可能降了啦，大家现在预期9月，那9月之前呢，还有2次的经济数据公布的时间。一个是 CPI， 一个8月14啊，一个9月11号，看看 CPI 数字如何。再来看一个就是就业数字，就业市场的表现啊，也有2次的时间，一个是8月2号，一个是9月6号。那看了这些经济数据呢，应该8、9不离10，9月份美国联准会降息。好，那降息之后呢，到底接下来你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来听一个哦，以前你都可以不要管他，但是呢，现在请你听听他怎么讲。有一个黑天鹅基金的创办人，他其实蛮会抓转折的。好，那他就讲了，他说现在呢应该是资金最后的 party， 然后你就觉得很妙了，不是要降息了，怎么会是资金最后的 party 啊？他就讲了，他说降息呢将会成为全世界的金融市场一个很重要的逆转点。那这个逆转点呢，就是由多转空咯，所以呢，由完全的一个大牛市，可能熊要出没了哟。好，那他就提醒大家了，他讲说，现在呢，就好比是经济学当中有一个叫金发女郎的一个阶段啊，就是高成长低通膨，那也就是通常市场在金发女郎阶段的时候呢，都会是一个主升段或者是末升段，反正就是一切向好，什么都很好的一个状态，然后股市也会涨得非常快，咻咻咻1-2成就涨上去了，很开心，好像什么事情都利多。然后呢，他看到一个现象，他一定要提醒大家说，你就想到过去在.com 泡沫之前，曾经发生过一件轰动华尔街市场的事，就是有一个看空的一个知名分析师，他丢工作了，被 fire 掉了，因为大家觉得他看不准。好，那个时候呢，他被 fire 掉了之后呢，后来就泡沫了，.com 泡沫。他说最近啊，在华尔街也有一个非常有名摩根大通的一个趋势分析师，他也被 fire 掉了。好，这个人呢，他就是对 AI 不断的看坏，很悲观，不觉得如何，就是很看衰。好，这个人最近呢，他也被 fire 掉了。所以呢，这个黑天鹅基金的创办人就说：“哎呦，感觉有一点闻到那个泡沫的味道咯。”好，所以他就说很恐怖哦。再加上呢，之前你看到美股呢，所有的资金集中在这些7巨头当中啊，然后所以他说所有的资金集中在这里，哎呀，很危险的啦，这一崩不得了啊，大家稀里糊涂人踩人的滚下来。所以他就预测，他说接下来呢，因为呢这些大家集中资金把这7巨头推高，它的本益比太高了，所以呢，他说到时候滚下来的时候会很可怕，他认为市值很可能会缩水一半，听起来是不是好恐怖？所以啦，无论如何啦，你看到避险情绪升高，你看到避险的一个日币开始升值，黄金在涨，然后你看到了一些地缘政治的冲突，所以啦，奉劝各位一句啦，最近呢还是慢慢把你手中的持股稍微减少，否则的话呢，到时候一个大震荡可能会受伤蛮惨重的。好，提醒大家咯，希望你喜欢今天内容，我们下回见，拜拜。